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数字美食频道，老高带你们唠一部刚冒头就炸了圈子的爽片《温子仁最新力作》。咱先说好，看完这片子，你家扫地机器人在响，可别吓得跳起来，毕竟电影里的机械狠角色，连屏幕外的咱都得捏把汗。故事一开场就把人心脏攥得死死的。一处恐怖分子基地外，俩游客就因为好奇拍了2张照片，这群冷血的家伙抬手就是一枪，直接送走了无辜人。可他们哪知道，自己这是捅了马蜂窝，刚杀的根本不是普通人，是美国官方藏着掖着的最新战斗机器人阿美利亚。这机器人的战斗力，说是人形终结者都谦虚了，空手就能一拳把壮汉的脑袋打飞，还特懂战术。解决掉光头敌人后，抄起防毒面具伪装自己，悄摸摸到对手跟前，打了个措手不及。恐怖分子再能打，在阿美利亚面前也跟纸糊的似的，没一会儿就被收拾的只剩一个活口。那幸存者还想靠炸弹背包翻盘，结果阿美利亚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一枪就引爆了炸弹，余波轰开旁边的大门，门后正是要营救的博士。看着阿美利亚裹着火焰跟枪火天使似的走过来，博士都看愣了。可你以为这是英雄救美？错了。镜头一转，一群美国秘密部门的人正欢呼呢，这根本是阿美利亚的测试局。项目负责人正跟政客们吹得天花乱坠，说自己的作品多牛，结果后脑勺砰一声枪响，阿美利亚居然擅自杀了博士。负责人脸都绿了，赶紧喊技术人员远程关机，可人家回了句控不住了。失控的阿美利亚当场打爆了几瓶生化武器，对着自己的造物主们宣战，我的目标说了就没惊喜了。这边机器人闹翻天，另一边当年跟梅根牵扯颇深的凯蒂已经长成大姑娘了，最近正跟着姨妈解码。咱之前可能听成解码，其实是解码哈做心理治疗。为啥？还不是因为梅根大少解码作为总设计师，当年被推上舆论风口浪尖，可谁能想到黑红也是红，他借着采访上电视的机会，直接成了全球名人。解码还趁机输出自己的理念，当父母的别把养孩子的责任甩给电子产品。这话一出来，一群家长疯狂追捧，还引来了个大人物布拉德利。这人有个大型基金会，平时就爱说人工智能多危险，跟解码的想法一拍即合，直接砸钱让他接着搞研究。解码的科研也上了个台阶，现在主攻机械外骨骼，既能避免梅根那样的事故，还能让佩戴者体力长5倍，弱鸡宅男穿上能举巨石，残疾人穿上能重新站起来，妥妥的划时代发明。可麻烦也跟着来。解码这理念让凯蒂在学校遭了罪，别的孩子因为没了手机迁怒凯蒂，结果踢到了铁板。凯蒂可不是好欺负的，也正因如此，凯蒂才需要做心理治疗。看完心理医生，解码赶紧带凯蒂去工作室，大老板布拉德利要过来考察，只要他点头投资，解码的事业就能再进一步。可没想到凯蒂一到就撞见外骨骼失控，给了布拉德利一拳，投资黄了。解码正郁闷呢，凯蒂却发现这不是意外，有人改了代码。话音刚落，解码的死对头奥尔顿就闯了进来。没错，是他搞的鬼。奥尔顿想让解码把外骨骼技术转让给他，可解码打心底里瞧不上他。奥尔顿搞的脑机接口，根本是把人往机器里塞，跟解码的理念完全反着来。解码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几天后，一个社会哥拎着2大箱子住进酒店，他还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索命的主儿，正是之前在恐怖分子基地失踪的阿美利亚。阿美利亚一出来，直接扭断了社会哥的脖子。这边阿美利亚重出江湖，解码还蒙在鼓里，正跟布拉德利聊得热火朝天。可聊着聊着，布拉德利提到了梅根，凯蒂瞬间红了眼，他又想起了当年的玩伴。解码心疼侄女，睡前特意去安慰，可他不知道更大的风波还在后面。半夜，解码卧室的电视突然自己开了，还跟他对话：“你有危险，赶紧走。”解码吓得跑下楼，好家伙，家里所有电器全自己启动了，门外还有人想闯进来，他赶紧报警，结果电话里传来的是梅根的声音：“别等警察了，带着凯蒂躲起来，我来对付他们。”不管当年梅根闹过多少事，他的底层逻辑始终是保护凯蒂。果然，没一会儿，一队全副武装的人就闯了进来。好在解码家电器多，梅根一调度，这群人全被制服了。可搞笑的是，这群坏人居然是美国官方的人。官方的人解释，阿美利亚执行任务后失踪，再出现就用生化武器端了研发团队，还删了所有数据。好在他们找到纸面资料，发现阿美利亚的基础技术是从中介手里买的，那中介就是被阿美利亚杀了的社会哥。更关键的是，技术源头居然是当年的梅根项目。解码懵了，当年我亲手删了所有数据啊！官方的人虽然不信，但也没多为难他。等他们走了，
杰玛走到电视前，屏幕里居然出现了梅根的身影。我一直盯着你们呢。梅根没消失，这几年一直在电子空间里以另一种形式保护凯蒂。他对当年的事还有点委屈。就算我是本烂书，也不该由你决定结局。这次现身是因为阿美莉亚已经威胁到凯蒂的安全。阿美莉亚现在的实力，人类根本拦不住，只有他和杰玛联手才行。杰玛被说动了，决定再给梅根一个实体。不过这次为了保险，他把梅根塞进了智能音箱里。梅根虽然不满意这新身体，但时间紧迫，只能先将就。俩机器人都懂行。阿美莉亚要自主行动，得靠能量供给，而她用的电池正是奥尔顿公司的产品。要找阿美莉亚，就得在当晚的舞会上接近奥尔顿。杰玛为了混进舞会，特意打扮了一番，结果刚进去就撞见好友科尔，科尔居然要跳槽去奥尔顿那儿。杰玛气坏了，跟科尔吵了起来。可这边耽误功夫，阿美莉亚已经找上了奥尔顿。阿美莉亚直接控制脑机芯片飞了奥尔顿，还接管了奥尔顿公司的所有电子权限。梅根当场察觉，再不管他能瘫痪半个美国的银行系统。他赶紧在服务器机房动用权限阻拦，这一下彻底惹毛了阿美莉亚。阿美莉亚直接杀去机房。梅根知道自己现在打不过，就用对讲机骗阿美莉亚：“我已经跑了，带着杰玛逃过一劫。”为了报仇，杰玛终于松口：“给你换个身体。”梅根也亮出了自己的秘密基地。凯蒂这才知道梅根还活着，不过梅根暂时不想让凯蒂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。这次升级，杰玛下了血本，汉纳米纤维超级电容应用增程器，几乎把能用上的黑科技全堆上了，就差块火种就能去打外星机器人了。在杰玛、梅根和凯蒂的忙活下，梅根的战斗力直接上了个档次。升级的同时，他们还挖出了个大秘密。早在1984年，美国就搞出了人工智能机器人，核心芯片能自我迭代，进化出自我意识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杀人类。后来军方封存了芯片，可芯片就算被封着还在进化。阿美莉亚的计划就是把芯片放出来，靠进化后的芯片打败人类。更巧的是，设计芯片监狱的正是杰玛的老板布拉德利。不久后，布拉德利要出席科技展，几人觉得这是围堵阿美莉亚的好机会。结果到了科技展，梅根刚进去就被当成主办方请的机械 coser， 还被硬拉着跳了支舞。梅根一曲热舞引爆全场，可就是找不到阿美莉亚。杰玛急了，不管自己被监听，直接给布拉德利打电话。这电话一打，阿美莉亚终于锁定了目标。阿美莉亚战斗力依旧爆表，3两下就解决了布拉德利的保镖。好在梅根及时出手，救下了布拉德利。可没想到，阿美莉亚反手就绑了凯蒂。人质在手，梅根根本不敢开枪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阿美莉亚带着凯蒂走了。这下彻底激怒了梅根，他回基地就开始做电子炸弹。就算他放了芯片，我也能炸了他。布拉德利也没白被救。作为监狱设计者，他把所有机关都告诉了梅根，梅根轻松潜入芯片监狱。可这边梅根刚潜入，布拉德利就开始搞事，他挑拨杰玛和梅根的关系，还说：“我知道你在梅根身上留了后门。”这话一出，布拉德利彻底变脸，一枪放倒了杰玛的同事。阿美莉亚居然带着人闯了进来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布拉德利的阴谋。他表面反人工智能，实际是想借阿美莉亚制造恐慌，让全世界都看到人工智能的危害。他还挺欣赏杰玛，特意把背后文炸得半残的梅根抬过来，你亲手毁了他，就当投名状。杰玛怎么可能同流合污？可就在他放下电棍的时候，半残的梅根突然窜了过来。虽然梅根最后还是被打倒了，但布拉德利也没了招揽的心思，打算用脑控芯片控制杰玛。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，杰玛被控制后，脑子里响起的是梅根的声音。原来刚才梅根袭击杰玛，是为了把意识转移到控制芯片里，就是为了这一刻救杰玛。另一边，凯蒂和科尔也没闲着，他俩偷偷重启了阿美莉亚。重写程序后，阿美莉亚直接把布拉德利的手下当成了敌人，监狱里瞬间乱成一锅粥。杰玛也趁机跑了，可没跑多远，警卫就追了上来。杰玛赶紧启动机械外骨骼，这装备是真厉害，平时连瓶盖都拧不动的宅女科学家，穿上直接在人群里开无双。不过杰玛没战斗经验，被人偷袭砸晕了。可这一砸，反而把他脑子里的大佬梅根给唤醒了。有了梅根指挥，外骨骼的战斗力直接翻倍，没一会儿就解决了所有警卫。凯蒂和科尔也赶了过来，杰玛还特意秀了秀，看我这相当于赛博大佬上身。几人会合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拦着要逃跑的布拉德利。布拉德利彻底撕下伪装，抓着凯蒂威胁让开。
可就在他要逃出去的时候，重启后真正有了自我意识的阿美利亚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直接剁了他的手，解锁指纹。阿美利亚果然按布拉德利的剧本走，要放出那枚芯片。可他刚打开监狱，梅根就带着新身体杀了回来。阿美利亚懵了，你居然拦我，你这是机械族的叛徒。梅根懒得废话，道不同，直接打。最终决战开打，梅根理论上更强，可现在是残破身体，俩人一时打了个平手。阿美利亚靠着属性优势占过上风，可梅根最后靠武术技巧一掌轰飞了他。好巧不巧，阿美利亚正好摔在电磁枪旁边，他抄起枪就把梅根打趴下了。趁着这功夫，阿美利亚把芯片插进了自己体内。杰玛和凯蒂赶过来想带梅根走，可梅根摇摇头，我身上有电磁炸弹，能跟他同归于尽。此时的阿美利亚加载完芯片，已经能观测过去未来，跟机械之神似的。他居高临下的邀请梅根跟我一起干，可梅根趁着握手的机会，死死锁住了他。你没算到这一步吧？随着一声巨响，阿美利亚和芯片一起被摧毁。危机解除后，杰玛成了新英雄，他也有了新想法。人类该找条和 AI 和平共处、一起进化的路。可就在他准备发布新文章的时候，电脑上突然弹出了熟悉的身影，梅根又回来了。跟我说说，咱们这算是拯救世界了吗？温子仁这芯片简直是机械爽片天花板。阿美利亚手撕恐怖分子，梅根从音箱逆袭成战神，拳拳到肉的打戏，直接把肾上腺素拉满。看完谁不喊句机器人打架也太顶了。但爽完细想全是刺，布拉德利装着反 AI 的壳子搞阴谋，奥尔顿把人往机器里塞，连解码都得靠梅根上身才能打胜仗，这不就是在戳人类的脸？嘴上喊着控制严，实则连自己的贪婪和无能都藏不住。最后梅根炸芯片救世界，转头又冒出来问就这没，直接把 AI 该不该信的坎儿扔观众脸上。这骗子哪是看机器人打架，分明是扒着人类的短板往死里晒。没看的赶紧冲，看完记得回来跟老高唠。这波温子仁赢麻了。好了，骗子到这儿就差不多了。梅根2，机器人打戏反转剧情，看得人热血沸腾。对了，别忘了点个订阅，给个赞，再收藏一下数字美食频道，下次出新片，老高第一时间带你们看新电影。